凤，这几天我们才在谈中国的江油事件，已经让中国遍地烽火，整个炸了。他们要的是什么？公平正义。结果我今天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吓呆了。中国可以这样干吗？这个男子拿了一个看板，在上面写什么是习近平走人。现在真的是要造反了吗？好，这个画面来讲的话，大家都非常的惊讶。更惊讶的是，你把镜头拉廊，你会发现后面有个纪念碑。这个地方在哪里？在云南的昆明，它是一个抗战胜利的纪念馆。哇，你在这个门口，然后呢写了一个白布条，白布条上面直接写习近平走人，你知道吗？其实，在过去来讲，维稳的时刻，不要忘了，现在是北戴河会议的时间，维稳的时刻，如果你出现这种布条，大概3分钟，城管就把你给带走了，公安早就冲过去压制你了。然后呢，一般的民众不敢靠近你的，为什么？到时候如果要进行调查的时候，这会进行什么刑事侦查了？行政人员进来之后呢，你在那边的人也会有问题，可是你看这一次画面哦。习近平走人，他就站在这里站了这么久，有没有人把他带走？没有人把他带走。然后呢，民众吃瓜民众靠近去拍，甚至呢，其实我们刚才日经新闻看到有一个人，他骑着摩托车，上面有穿一个黑色背心、红色的一个臂章，那个就是城管人员。城管也看到了，他也来了，对。你们没看到就算了，他什么都没做。对，他负责拍照，然后呢就回报现场的状况。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很多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就已经出来了。那为什么这件事情来讲的话，跟之前的江油事件有关系？你知道吗？很多人抗议的情况之下呢，就被武警公安暴打完了呢，丢上运输车直接载走。甚至外卖小车经过都有事。现在来讲的话，从几百个人到几千个人，到现在已经上万个人走上街头了。那最后会走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呢？现在有了新的一个方向。现在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面呢，都有这一份告中国人民书。对，这个其实来讲是非常对岸的用语的，告什么什么书，就表示什么意思？你就把它当作是以前的作战前的檄文。东风吹战鼓擂了，告中国人民书，好贼的檄文那种感觉。好，在这个告中国人民书上面写着。江油不是孤立，习近平的集权董事才是罪魁祸首。甚至呢，他点出了一个点：今日江油，明日全国。然后呢，最后这句话呢是非常非常重的一句话：人民必须奋起。上一次讲人民必须奋起的地点在哪里？在延安。对，老共的延安。所以呢，其实他不是在反共哦，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必须奋起，我们必须要改变这一个体制。而且你看到他写什么？习近平的集权统治才是罪魁祸首。这还不够哦，在网上看哦，你看到这一句，这一切的幕后主使就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这真的要造反了。对，然后再对上这一个白布条，我的天哪！现在竟然有这一个氛围出来，然后呢，下面写的是无数醒来的中国人。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很多网络上面有这个告中国人民书。可是，在过去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 B 站，不管微信就 ban 掉嘛。可是现在来讲，似乎 ban 不掉。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其实除了经济不好之外的话，现在还有一件事情，大家记不记得？公平，公平，公平，让子弹飞里面讲的。我来到鹅城就说3件事情：公平，公平，公平。可是你看到现在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件好事。可是很多网友就炸锅了，因为这个女孩子呢，她告诉大家一个事情，她要飞上青天了，她要分享她考上了这个他们录取的一个空军航空大学。好，可是呢，这出来之后呢，很多人发现说。他的爸爸是不是以前也是飞官啊？对，他的爸爸是不是也是空军里面的高官啊？我觉得这样非常好啊！爸爸以前是飞官，那女儿去当飞官，那很好啊。原本是一段佳话，然后呢，电视台去采访的时候呢，也是用一个很棒的一个标题，叫做什么？父女接棒蓝天梦哦，很棒吧？爸爸是飞官，交给女儿是飞官。可是你看哦，这画面，你的眼睛是不是有点斜视？这是不是需要经过矫正？当飞行员的，对，考上的第一关是什么？你的生理上面尽量别近视，或者是你有斜视，你要怎么开飞机？有一个道理，你看他的眼睛是有一些斜视的一个状况，然后呢，上下排牙齿有咬合不正的一个情况，那大家就想说，你这样子有办法考过吗？很多网友就讲说，我那个时候近视100多度、200多度就被刷掉了。那我们待会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不是在讨论他的外貌而已？如果你真的要飞上青天的时候，你瞬间启动，你到最后现在都是4代战机、5代战机，瞬间的居力。你的眼睛、你的眼压，还有你受到居力的你的咬合，那个其实都对他个人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好，那现在来讲，大陆网友就讲说，你看哦，还有一件事情，他拿出来不是拿给大家看吗？哦，很棒哦，录取通知书，竟然
空白通知书，请于几月几日。哎，可是有人可以空白的吗？这个是不是连这种飞官的位置，或者是说你进入到航空学校的位置都可以传承？好，那就网友说呢，我在中国空军航空大学评论区问了一下这个眼睛状况，能够正面回答一下，就把我拉黑了。这都光明正大宣传了军队有多少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医护人员就讲了，外貌见过她的外貌，指的就是这个女孩子外貌是飞行员。过去跟其他飞行员完全不同，这个程度应该连体检都通不过的。那为什么可以拿到这个录取证书？难道这些东西真的有办法传承吗？好，这一次来讲会闹到那么大，就是江油事件。对，那江油事件过去来说的话，人民群众闷亏被揍了，吞了也就吞了，这是没有，这是有很多很多奇怪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境外的骇客，对岸讲黑客。竟然有办法把这些人一个一个抓出来。我们知道说你在现场的时候，你清场的时候呢，你打人，那你谁下了指令？其实现场我们看画面，不停的看了一整天，就是一片混乱。问题这些黑客来讲的话，他们有一个功能，你只要有影片出来，你只要有面目五官的话，我就可以第一个画面这个黑人为什么知道他是带头的指导那个领导？因为他手上还拿了一个大声公，结果马上你看一张画面而已，他穿军装的照片就出来了，然后呢就知道说你是谁，你是手持大喇叭的，太细了，从姓名、ID、手机的邮箱，连当时这个上榜理由都写在上面了，都太清楚了，所有资料也太细了，直接告诉你他是谁。江油市公安局的副局长陈震，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现场指挥你的同仁去揍民众。好，另外一个的话，最后面还更深层的，他的长官是谁？他在现场指挥官。另外一个这个是谁？他叫做董正宏，他是江油市委书记。哇，就是他在后面出动。下指令来出动的，对，所以这个应该没有在现场。那你没有在现场，像这一个公安副局长陈震在现场被拍到，你被漏收出来，合情合理。问题是市委书记怎么也会被勾出来？然后另外来讲的话，这一个人，你知道为什么他被弄出来吗？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天讲的时候，江油市的小朋友14岁的女孩子竟然被一路打4个小时，然后呢，这是他的爸爸妈妈，你很难想象，没错，女儿被打了，你想要讨个公道而已哦。我们在过去会觉得是这样，公安局报案嘛，人民的保姆你要办的嘛，没有，爸爸妈妈下跪求的人就是他。最近有一个影片非常的红啊，这影片其实跟台湾有关系的，叫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那个的时候呢，在2018、19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说话，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说话。那时候讲的就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是呢，很多大陆网友都在下面来点评，他就说，在江油，我是个中国人，然后呢，你的武警、公安武警也是中国人，你怎么会来打我呢？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江油的事情短时间之内还不会平息。不是，现在中国最麻烦是什么？是除了经济之外，我们刚刚讲社会已经乱成了一团，甚至什么？他们的健康更是危险。我们前几天才讲，他们现在有叫驱弓病，被咬了之后全身都在那边痛，就在那边痛。我们现在才发现一件事情，现在驱弓病，天哪，竟然来到台湾了！我快吓死了。是这个新闻看起来，我真的是头皮发麻。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最担心就是这个中国的流行病可能又入侵台湾哦。那现在呢，其实第一个发现的这个案例哦，他是在这个7月中旬的时候去到中国，然后他去的地方就是在佛山跟深圳，然后后来呢，他在7月30号的左右的时候就返台。返台当天竟然就发现发烧的状况，而且手脚这个部分都有红疹，然后呢也四肢疼痛，也就是完全就是驱弓病的一个症状。首例这个本国籍的女子啊，从那个去中国这边玩一玩之后，然后确诊是40多岁，所以呢这件事情也让人家持续在观看当中。慧珍，你刚刚看到什么？现在大家台湾人很关心这件事情之外，因为我们看到佛山的那个画面太可怕了。每个佛山人都动起来，都在消毒。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那几个画面，你知道被咬那个很痛苦，全身都是点点。你看到他们现在每天
都在大消毒的。他们现在有个叫做爱国卫生运动，而且是全佛山市哦，全部总动员投入哦。那这什么叫做爱国佛山运动？哎，就是包括有3包，哪3包？不是包吃包喝包住，是包卫生、包绿化跟包秩序哦。所以他现在告诉你，哎，从尤其是从居住的环境到厂区到企业，环环节节，甚至在社区，全部都是进行这样子一个卫生运动计划哦。甚至你知道吗？他们还说，我跟你讲，现在同一个时间大家点蚊香，齐点蚊香，现在连点蚊香都要看时，你看。全部人都在点蚊香，你真的会笑死！讲说怎么还有这种事？我跟你讲，就大家同一时间，比如说下午5点就集中来点蚊香，把这个蚊虫给驱离。但是我跟你讲，这个蚊香事实上，这个如果是有肺腺癌干嘛，很多都跟点蚊香有关，所以就想说。怎么还有这种事？所以呢，现在广东佛山防蚊疫变成了一个雾都，这个雾都好可怕哦。事实上就是点蚊香的一个雾。而且他为什么要做到这样子？因为现在广东的这个感染的案例太多了吧？现在竟然已经破了6000例，等于是6000个人都有驱弓病了。很可怕哦！他们的佛山市有一个区就有了6000多例，那夯不啷当全部加起来，我跟你讲7、8千例都已经有了。所以呢，他们现在你看到处都在喷洒这一些，其实这个我看我也觉得很可怕。你可能躲了驱弓病，但是你可能会有那一个肺癌上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情况。那你看还有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现在为了防治驱弓病，已经连这种街友他们就跟你睡帐篷因为他们很害怕说，你看。开始发帐篷，对，因为怕说如果这个街友被有驱弓病的蚊子给叮咬之后，会又不断的扩散出去所以呢那个街友，你刚刚意思是说为什么他们的蚊帐要一个一个用？因为现在这个蚊子咬到了这个患者后，如果他没有被杀死，再去咬其他人。那个是会传染的，就是会传染的你包括台湾现在不是才17例吗？但是我们就很害怕，蚊子叮了这个有驱弓病的这个病友之后，跑，一直跑，怎么样杀他？怎么样追踪？不可能的。这是怎么样？这是连住在医院里面的，他一个一个就变成回到蚊帐的防疫的一个情况那呢，他们就讲到说现在就变成了连我这个医院里面也是用蚊帐来隔离那这个包括医院他们这个院长就说他说没有办法现在防驱弓病的核心就是灭尘蚊、清积水跟防叮咬这3步骤。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